当年的那丝意境居然在夺舍，我岂能让他如愿？朱雀墓内，王林走进祭坛，他蹲下身子，正要传送而出之时，忽然旁边柳眉七窍中媚姬的惊呼声回荡：怎么会这样？有一股与我本源一样的力量，正在外界干涉我夺舍，怎会如此？媚姬之前进入柳眉体内，正在破解其意境之时，忽然感受到来自魂魄深处的一股刺痛，这种痛让他瞬间没有了任何神通。就在媚姬从柳眉口鼻七窍冲出的瞬间，柳眉顿时睁开双眼，最后一环你跑不掉。这一切都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发生，几乎就是在亡灵目光投向柳眉的一刻，媚姬崩溃。在这一瞬间，一股滔天的粉色雾气疯狂从柳眉身体内宣泄而出，其扩散的速度太快，一些粉雾直接顺着亡灵身体的汗毛孔钻入其内。随后山谷内那一大片环形的粉色雾气走出一个妙曼的身影，正是柳眉。他见得亡灵后，嘴角露出一个微笑，然后右手虚空一点，顿时身体四周的粉雾向着四周蔓延，几乎眨眼间方圆数万里内便成为了粉红色的世界，而亡灵正处于这粉雾扩散的中心点。此刻的意境远远超过了他因变初期生死轮回意境，他自然无法抵抗。亡灵的神智第一次迷失了。第二天，粉红雾气渐渐稀薄，只见其内一个女子躺在祭坛边缘，与此同时祭坛上散开了一股传送之后的余波，显然是提上裤子不认人的亡灵刚刚离开。少顷之后，那女子坐起身子，看了一眼祭坛上的点点红斑，沉默起来。柳眉没想到这千幻无情道的最后一幻竟会是如此得到，而他师尊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本应在亡灵道心中留下身影的柳眉，最后一幻内却是有了亡灵的气息。柳眉抬头看了看远处，轻叹一声，叹息中透出一股极为复杂之念，他内心忽然有些茫然，这一切超乎了他的预料。朱雀墓内部，亡灵的身影一闪之下出现，他现身后眼露复杂之色，在那粉色雾气的吸收下，他好似做了一场梦，醒了还是很感动。亡灵轻叹一声，消失在了原地。朱雀墓的内部不大，在正中间的位置有一座灵山，亡灵神识散开横扫一圈，立刻察觉到一股股强大的气息，这些气息中均都是由命魂凝聚而成的灵物，显然在这朱雀墓内部灵物的数量不但更多，而且其实力也是更强。亡灵的第一个目标是寻找那座灵山，也就是此地的中心位置。这一日，亡灵触目可及之处是两座插天的山峰，山峰中有一条小道蜿蜒而去，经过亡灵观察，顺着此地直行应该就是进入中心点的路线。不过这一路上他明显感觉到，越是向深处走，那些命魂生物便越多，更有许多不是其能够招惹的强大者。沉吟片刻后，亡灵一步步向前走去，走出几十丈后，亡灵忽然神色一变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转身退出了这蜿蜒小道。就在这时，只见一滴滴水粒好似水晶般飘在了这条小道的半空中，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命魂，其数量居然不少于数十万粒。紧接着，这些水滴相互凝聚在一起，化作一个女子。这女子相貌寻常，但整个人身上却是有一股诡异的气息弥漫。现身后，她冷冷地盯着亡灵说道：“你不能进去。”闻听此言，亡灵慢慢退后。若说他最不想招惹的命魂便是水命魂组成的灵物，这种灵物可分可散，即便是封印禁锢也很难完全覆盖。后退间，亡灵神识向前方山谷深处一扫，在深处他看到了一个熟人，后者正在与一个颇为强大的水命魂灵物斗法。只是在亡灵看到那与此人斗法的水命魂灵物后，却是不知为何有一种好似心神相连的感觉。亡灵眉头微皱，在山谷外徘徊少顷，正要离开时，他突然面色一变，猛地回头。亡灵神色一震，瞬间明白了，婉儿的灵魂被困在天逆珠内，而天逆珠又藏在他眉心元神之中。这样一来，他自然能够感应到李木婉的命魂。这次他不再犹豫，身形移动几次，闪烁间便抵达了山谷深处。在那里，他看见一个驼背老者，这老者正是当年在仙夷之地追杀亡灵进入空间裂缝之人。后来他借助祖灵符文与族人取得联系，才得以被救。亡灵的出现令老者一愣，他眼中顿时闪过寒光，仰天狂笑起来。是你！亡灵冷哼一声，几乎在驼背老者察觉到他的瞬间，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出现在其身旁，手中仙剑举起，对着驼背老者身前那囚禁水命魂的圆圈猛然斩下。驼背老者见状大喝一声，手掌向前一按，掌心中闪现出一个古老的符文，散发妖异的光芒。亡灵右手向空中一抓，顿时11尊魂幡出现在其手中。这面3丈高的魂幡一出现，便立刻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。见得这一幕，驼背老者心中一震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他对这番的样子感到有些熟悉，甚至还有些恐惧。只见亡灵手中尊魂幡一抖，魂魄们顿时疯狂涌出，尤其是一头紫金麒麟出现后，身形一震，当下便是向着驼背老者张嘴扑去。在麒麟之后，10多个鹰变主魂也纷纷现身，瞬间整个山谷被这些魂魄包围。此刻，驼背老者心中暗暗叫苦，若是这些鹰变魂魄只有1、2个，那么他根本不怕。然而眼下鹰变魂魄的数量实在太多，以他修为完全无法抵挡。面对如此局面，他只能迅速撤退。他没想到，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，曾经被他追杀如丧家之犬的小辈，不仅达到了鹰变初期，还拥有了传说中令仙夷族族人感到恐惧的11尊魂幡。就在驼背老者退后的瞬间，山谷蜿蜒小道中之前提醒亡灵的女子出现了。她看到山谷内的情景，双目闪烁，整个人化为水雾向驼背老者扑去。亡灵无暇顾及这一幕，他释放出11尊魂幡后，手中仙剑不断挥舞，疯狂地斩向符文圈。轰隆隆声响
想中那困住水命魂的符文圈开始崩裂，水命魂灵物立刻从水团状态变化为了一名女子。这女子的容貌隐约与李木婉有些相似。尊魂幡融，亡灵一声令下，四周无数魂魄除了追击驼背老者的，其余立刻疯狂融合，几乎在眨眼间，所有魂魄便消散殆尽，只剩下6个散发出远超应变后期的气息主魂。灭！亡灵低喝，只见6个融合后的主魂立即向女子发起攻击。女子见状，身形一晃，化作水雾，砰的一声四散而开。亡灵正是等待这一幕，唯有对方化作水力或水雾时，他才能从中找到李木婉的命魂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整个朱雀木突然震动起来，随着震动的加剧，天空中传来剧烈的裂变声，仿佛无数具大手掌在天际撕扯，瞬间空间裂缝如狂风般呼啸而出，吹出的寒风让人全身瞬间感到僵硬。这里的空间裂缝不同于外界，即使是应变修士若进入其中也会魂魄灭绝。随着修行之心的破碎，修行之经的崩溃，朱雀木的地面开始崩裂，无数进入此地的修士纷纷陨落，整个朱雀木内顿时笼罩在了一团浓浓的死寂之中。亡灵所处的山谷同样无法逃脱，他将所有魂魄召回后迅速离开。至于驼背老者的生死，他此时已经顾不上了，目光紧紧锁定着那名看似李木婉的女子。只见那女子身体正在缓缓崩溃，没过多久，整个人便化为无数颗水滴。见得这一幕，亡灵以极快速度来到了大片崩溃的水滴前，直接握住一颗晶莹剔透的水粒，在触碰的瞬间，他感受到了一种似乎触摸到李木婉的感觉。抓住水粒后，他身子立刻速退，穿梭之下，终于冲出了山谷。修行之经的崩溃并非瞬间完成，而是逐渐发生的。这一切都是朱雀子故意策划。当大地晃动停止后，亡灵所处的山谷已被夷为平地，周围的一切都烟消云散，仿佛之前一切只是一场梦境罢了。2日后，亡灵飞行中越过一处处沦为虚无之地，目光所望前方是一大片盆地，在每一个盆地内都深深插着一把长剑，虽说只露出一半，但剑芒却是极重。亡灵神识往深处探去，这片盆地中心位置有一个略大的盆地，其边缘被一层寒冰覆盖，其内充满了深蓝之色，看不到内部景象，但此地的剑气却是最重，这气息绝非寻常飞剑可以散发而出。另外，那中心位置的盆地内之物让亡灵有一种熟悉感，这种感觉并非是某个命魂，而是总体的熟悉。沉吟片刻，亡灵缓步走路，然而就在他仅仅走出10丈之时，远处最近的一个盆地突然散发出一阵强烈的寒意，只见那土壤中的剑瞬间拔地而起，剑尖直指亡灵，滚开！在剑鸣之中传来一股霸道的神念，亡灵感受到那把剑内的神念，心中突然有了触动。他没想到这剑居然是由精命魂组成的灵物，甚至与他在仙界见到的那些仙剑极为相似。亡灵手持仙剑低声喝道：“许立国！”话音未落，许立国的身影顿时从黑雾内幻化而出，他一出现便盯着那狂傲之剑嘿嘿笑道：“你家许爷爷虽说是半路成为剑魂。”没等他说完，那狂傲之剑没有任何犹豫，立刻后退。这一幕让许立国一怔，但瞬间他便嚣张起来：“好，许爷爷让你跑了吗？”说着，他卷着仙剑迅速追去。许立国在亡灵身前开道，所过之处，所有盆地内的宝剑顿时后退。这一幕极为诡异，好似这些宝剑全都惧怕许立国一般。亡灵却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幕，他知道剑魂自然需要剑魂来克制。一路势如破竹，亡灵跟在许立国身后，向着此地中心位置迅速飞去。数个时辰后，那中心位置巨大的盆地已然在目。许立国身子一环，有些不敢上前：“主子，你看这一路上我可没偷懒，把所有的剑魂都帮你赶到这里来了。现在没我什么事，不如我先回到剑内，等你把这些剑魂都灭了，我再出来。”说着，许立国连忙向仙剑内回缩，只是他的身子刚刚回去一半，便被亡灵一把抓住。“你若无法给我破除此地，留你无用。”随着亡灵冰冷的声音在许立国内心回荡，盆地内一把弯月之刀忽然缓缓飞出。亡灵见状，眼中露出一丝失望。他之前脑中第一个想到的以为是巨斧，可惜眼前之物根本就不是。那弯刀飞出的瞬间，四周所有宝剑发出一种好似沉浮的剑鸣声。与此同时，一道神念从弯刀之内传出：“把他的魂留下，你走。”神念传递而出后，这弯刀立刻向下一挥，一道好似开天辟地的刀芒对着亡灵轰然来临。亡灵手持仙剑在身前一挡，但听轰的一声，其身子顿时被远远的抛出。他借着此力一跃遁走。亡灵清楚，那弯刀刀芒之力丝毫不弱于一个应变后期修士全力的一击，不使用11尊魂幡的情况下，他根本就无法匹敌。随着亡灵向着深处疾驰，那弯刀上传开一阵阵神念，盆地之上的宝剑顿时一个个冲出，向着亡灵追去。此刻，亡灵身后凝聚了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宝剑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在亡灵前方2道长虹迅速飞来，但尚在万里外时，这2道长虹突然调转方向，立刻逃离。亡灵仰天大笑，他一看其耳朵，便认出这2人其中之一是周武泰。求求莫走，等在下少许。听得亡灵呼唤，周武泰面色难看，嘀咕道：“倒霉。”然后他全当没听见，反倒速度更快。就这样，周武泰2人在前，亡灵在中，至于后面则是密密麻麻铺天盖地一般的剑芒。3人一路疾驰，就在即将到达盆地边缘之时，但听亡灵身后奔雷之声回荡，只见那弯刀速度忽然一增，几乎转眼间便来到了他身旁。亡灵见状没有任何停顿，瞬移起来，但他每次消失其所在之处，便立刻崩溃一空。那弯刀好似疯狂一般，死死的追击不舍。这到底是什么法宝？亡灵眼中露出一丝贪念，此物的速度他只在11尊魂幡第4魂身上见识过。那弯刀速度越来越快，亡灵的反应渐渐跟不上其速，他拿出仙剑喃喃道：“此物我一定要得到。”紧接着亡灵一弹之下，将许立国从仙剑内震出。许立国，你且委屈一下，待我取回命魂，定会去救你。亡灵说完，右手一挥，许立国的身子立刻飞向半空。主人，你可千万别跑了，救我！
王林拿着仙剑，目光闪动，他与许立国心灵相通，可以察觉对方所在方位，而且他琢磨之下，这弯刀内的刀魂并非是想要伤害许立国，应该是另有他意。就在这时，王林忽然神色一动，他侧头看向不远处的一座山峰，那里站着一个红色的身影。红蝶。王林知道，有红蝶在的地方必定会有前锋的身影，然而后者的修为乃是因变中期，以王林目前的神识来说，若是对方想要隐匿，他很难察觉得到。王林当下便是一抱拳，朗声道：“红蝶道友，许久不见。”闻听此言，那红色的身影直接从山峰闪烁而下，转眼间便出现在了王林100丈之外。临近后，红蝶眼中的空洞与茫然立刻映入其眼中。往昔的对手落得如此下场，王林不禁暗叹一声：所谓物是人非，此言半点不差。随后他收起内心的感慨，平淡的道：“前锋，出来。”曾牛，今日钱某没空与你纠缠，既然你也找到了这里，那么我们灵山之上再见。前锋的声音从四周虚无之中传来，王林猛地回头，遥望远方一处山脉，此地正中心位置正是灵山之处。王林身子一晃，便向内赶去。红蝶，你当初不是想要和曾牛再战吗？今日我给你这个机会，杀了他。曾牛，你们老友相聚，还是叙叙旧再来吧。等钱某取出命魂，再来收拾你。听得此话，只见红蝶身子一晃，阻拦在了王林身前。他手握红色长剑向前一挥，此剑顿时带起一股强风，化作一道红色闪电向王林落下。王林身子退后，劲翻在手，一抖之下，无数禁制从其内飞出，在其身前形成一个个禁制组成的防护。那红色闪电撞击在层层禁制防护之上。与此同时，红蝶的身影疾驰而出，他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一个红色的冰块，此冰块内散发出一股森寒之气，顿时弥漫四周。随着红蝶的临近，突然之间，他双目中透出一股深深的悲哀，微弱的声音从其口中传出：“杀了我！”王林内心一震，他听到了红蝶的声音，望向其目光顿时变得复杂起来。红蝶的神智并没有完全丧失，他隐藏极深的一丝神智，宁愿死亡也不愿再忍受这样的狗生。王林深吸口气，他伸出右手虚空一抓，顿时一道道劲气从劲帆内呼啸而出，紧接着一把长约3丈的巨大长枪在其手中成型。王林看向红蝶，一枪刺出，但见红蝶手中的冰块蓦然间向着眉心一按，一层层红色的薄冰立刻从他眉心处蔓延，瞬间形成一副红色的铠甲，铠甲之上红芒闪烁中，一根黑色的鞭子蓦然间出现在其手中，正是坤极鞭。此鞭是前锋给他，让他对抗亡灵之物。王林在一枪刺出的同时，双手掐诀，一股蕴含了仙力的怪风顿时出现，坤极鞭与长枪蓦然间轰击在了一起。随后，坤极鞭立刻从红蝶手中脱离而出，化作一道黑色闪电向着王林抽去。王林右手在储物袋上一碰，一把巨大的战斧立刻出现其手中。在这战斧出现的瞬间，天空忽然一暗，全部的光芒都凝聚在了这战斧上面。与此同时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战意在他心中凝聚。红蝶望着王林，潭口微张，一道红芒从其口中飞出，立刻化作一朵晶莹剔透的红色玫瑰飘在其身前，其内隐约露出红蝶的身影。这个身影眉目之间有着一股浓浓的傲意，与王林心目中曾经的红蝶一模一样。此刻，在王林与红蝶所在之处的万里外，周武泰疾驰而走，刚才那弯刀擦身而过的瞬间让他为之心惊，那种速度他此生从未看到过。正飞行间，忽然在他身后的天边一片红芒呼啸而来，周武泰见状立刻恭敬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红云内，但见一个沧桑的老者背着双手看向远处，这老者便是云雀子。仙夷族利用虚祖头骨的符文，凭借其12页的修为，暂时破除了朱雀木的限制，把云雀子送入其内，所以他一进入此地便以最快速度直奔中心位置的灵山。此时此刻，在灵山之上却是有一老者早就来此，此人相貌平凡，但其双目内却是露出浓浓的血光，在其肩膀上蹲坐着一只小猴，一双猴眼红芒更重。这老者站在灵山顶部，嘴角露出一丝阴森的微笑。再说王林这里，红蝶望着他轻声说道：“曾牛，出手吧，杀了我！这种失去了神智的生命留之无用，我红蝶宁死不愿求生。”王林望着红蝶，与此女之间的一幕幕在脑中闪过，他轻叹一声，旋即手中战斧一挥，这一斧带起强大的气息在天空划过。红蝶抬头望向巨斧，他的嘴角慢慢露出一丝微笑，一股狂风自斧子四周破空而出，顺着两旁疾驰传出阵阵轰隆隆的巨响，回荡天地之间。时至今日，红蝶一生不足200年，她短暂的一生就如同那蝴蝶一般，尽管瞬间，但她的美丽，她的傲气，却是让所有与她接触之人终生难忘。再见。红蝶的笑容慢慢凝固，战斧呼啸从其身体内直接穿透而过，砰的一声，她身子化作了一片血雾，一代娇女红蝶身亡。王林，帮我杀了前锋好吗？王林抬头看向天空，依稀间好似听到了红蝶临走前那一声传自心灵的神念。红蝶逝去，留下的只有一枚玉简，一把坤极鞭，这2样物品静静地飘在半空。王林拿住玉简，这是红蝶这些年来观察前锋所感记录而成，而那坤极鞭虽说现在上面有一道问鼎期的神念，但只要此物在手，
他便有把握处理完琐事之后，以11尊魂幡凝化问鼎之魂破除此宝之上的神念，从而真正获得这坤极鞭。随后亡灵向着远处的灵山而去。此刻灵山之上，云雀子直接来到了山顶，在他的身后，周武泰神情恭敬跟随而出。云雀子一眼就看到了肩膀上蹲着小猴的老者，他当下便是面色微变，沉声道：“不知是哪位道友夺舍而来，何不现出真身？”老者睁开双目，红芒一闪，盯着云雀子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他肩膀之上的小猴滋滋叫了一声，老者眼中红芒立刻消散，沉声道：“在下莫厉害。”说完这话，他闭上双目，再次打坐。云雀子闻言，在其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奇异之感，这种感觉让他断定此人绝非朱雀星之人。少顷，前锋的身影自灵山下一闪而出，他现身后，在一旁角落找到一处空地盘膝坐下。时间不长，又陆续有数人来此，其中一个脸上带着紫纱的身影从灵山之下走了上来。他并非一人，在其四周跟着4个额头闪烁符文的老者，此女正是紫心。她与周武泰之所以凭着化神修为可以走到这里，正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数个符魁，这符魁是云雀子所赠保他2人安全的。看到紫心，云雀子微微点头示意对方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道人影从灵山之下一跃而出，在这道人影落在山顶的瞬间，山顶之上大部分人都目光一凝扫视而来。此人正是亡灵。那带着小猴的老者在看到亡灵身影后，眼中露出一股奇异之色，尤其是他肩膀上的小猴，看向亡灵目光露出一股毫不掩饰的凶芒。还有一头戴面具之人，也是侧头扫了亡灵一眼，目中露出一丝迷茫，但立刻又清明起来。王兄，曾牛亡灵3声不同的呼唤自山顶几人口中传出，那称呼他为王兄之人自然只有周武泰，说出曾牛之人则是前锋。至于最后一个沧桑的声音是出自云雀子。亡灵面色如常，目光最终落在了云雀子身上，这是他自上次一别后第一次看见云雀子，后者往昔那邋遢的样子早就一扫而空。亡灵苦涩一笑，抱拳说道：“晚辈参见前辈。”紧接着他右手一拍储物袋，一道道乌光从其内飞出，向着云雀子飞去，在云雀子身边停下，化作一个个木雕。前辈当年所嘱之事，晚辈已经全部完成。亡灵说完，走到一旁角落盘膝坐下，不再说话。云雀子扫了亡灵一眼，随后目光继续看向虚空中那扇巨门。对于云雀子如何能进入此地，亡灵没有兴趣知晓。修心之精他也已经放弃获得，他只想取回命魂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天边一道长虹破空而来，长虹内有一女子落在了灵山之上。亡灵一看到此女，当下便是面色一沉，只因这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柳眉。柳眉看着亡灵脚步轻抬向他这里走来，亡灵眉头一皱，平淡的道：“王某不想有人打扰，莫要临近，走开。”那李木婉在你心中又是如何呢？闻听此言，亡灵眼中杀机一闪，滚！你即便意境圆满，若王某想要杀你也是不能，莫要找死。柳眉此番话语是想坏亡灵的道心，他却不知李木婉是亡灵的逆鳞，触之便要杀人。柳眉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开。亡灵收回目光，一扫之下看到那肩膀有只猴的老者正向他望来，那阴森的微笑让的此刻亡灵内心有种极为熟悉的感觉。他喃喃自语道：“我修道600余年，敌手无数，但若说可以仅仅一个笑容便让我心清之人，只有一个。”亡灵双目平静，但内心却是掀起滔天巨浪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眼中露出一丝忌惮之色。屠丝魔念拓森。亡灵身子一片冰凉。若说这朱雀星上他最忌惮之人，正是古神之地那个魔神一般的男子拓森。要知道，古神屠丝的传承分为一支传承和力之传承，其中一传承内留下的是屠丝一生的记忆，包括如何修炼古神诀、如何成为古神等等一系列神通。但记忆就是记忆，没有任何实质的力量。亡灵他知道口诀，知道如何施展，但却无法运用。这些神通最低的要求都需要至少7星古神的实力才可以做到。同样，继承了力之传承的拓森也是如此，他空有力量却是无法施展而出。拓森最大的渴望便是获得一支传承，一旦得到了传承，即便是修真联盟的那些老怪也会为之心惊。内心有了判断之后，亡灵抬起头，目光重点落在了那小猴身上。那小猴双目中时而闪过的红芒，分明就是血海之地那些被血污秽修士特有的气息。就在这时，忽然灵山之上再次传来剧烈的震动，朱雀墓内部大范围崩溃坍塌。在这崩溃之中，虚空那巨大门上裂缝越来越多。见得这一幕，云雀子整个人蓦然间出现在了那巨大的门旁，手中草帽一拍之下，顿时化作一个个符文。这些符文交错在一起，疯狂地冲着那巨门冲了过去。但听砰的一声，那巨门左侧裂缝中立刻有一块被穿透，云雀子身子一晃，直接钻入其中。随后灵山之上的数人纷纷展开各自神通冲入其内。亡灵是第4个进入裂缝内之人，只见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金色海洋，海洋尽头的岛屿上竖立着一座宫殿。就在众人各自展开速度向着岛屿飞去之时，忽然一道道金芒从宫殿内呼啸而出，紧接着云雀子的身影立刻退后，他面色难看，眼中露出震惊之色。但见万丈光芒之中，一个金甲大汉手持一把金色大剑从其内一步步
走出。这大汉冷冷地扫了众人一眼，手中大剑一挥，顿时一道100丈多长的巨大剑气呼啸而来。云雀子见状，右手虚空一点，立刻一道红芒凝聚而出，与那剑气撞击在了一起。轰的一声巨响过后，云雀子身影已然钻入海底，消失不见。那金甲大汉没有继续攻击，他的职责便是守护此地，只有符合要求者才会被允许进入宫殿之内。这个要求就是可以抵抗一剑之芒。金甲大汉把目光放在了阴森老者和小猴身上，右手挥剑正要斩下之时，那小猴双目红芒突然荣耀的闪烁。只见金甲巨人手中金剑剑芒一环，短短的一瞬间，阴森老者和小猴已是钻入了海面之内。就在这时，金甲巨人手中金剑蓦然一动，一道剑芒立刻从天而降，紧接着一股大浪从海洋内冲天而起。周武泰与子欣二人颇为狼狈地从浪内飞出，他二人之前隐藏在海底暗中前行，但却没想到这一幕无法躲过金甲巨人的双眼。王林眼中寒芒一闪，这金甲大汉的实力奇异剑之威应该达到了问鼎一击，他自知以自己的修为无法与其剑芒对抗。这时不远处的前锋忽然说道：曾宁，你我3人联手抵抗着金甲大汉的剑芒如何？好。王林眼中露出一丝寒芒，点头回应。其实前锋邀王林联手也是无奈之举，显然他与柳梅一同抵抗也没有把握可以接下那一剑。听到英语，前锋略一沉吟说道：曾道友，你我2人先上，抵抗剑芒，随后再由我师妹接应，你看如何？不用那么麻烦，王某第一个去接剑芒，你2人随后就是。闻听此言，前锋一怔，第一个去接剑芒不但要抵抗剑芒之威，同时还要小心来自背后的黑手，是极为危险之事。虽说他内心有些疑惑，但他知道此事不是详细琢磨之时。如此全靠曾道友。柳眉眉头一皱，觉得此事有些古怪，沉吟少顷，瞄向王林。王林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身子一跃，向着金甲大汉那里飞去。在3人临近的一刻，那大汉手中金剑抬起，猛地向下一斩，顿时100丈大小的剑芒瞬间来临，剑芒所散发而出的气息直接使得王林嘴角流下了鲜血。前锋见状，哈哈一笑说道：曾道友莫慌，钱某来了。他说着身影如电疾驰而去。以柳眉的聪颖立刻知晓了前锋的意图，眼中略一犹豫，没有跟上。他本就是无情之人，若是前锋可以杀了王林，正好可以让他最后一换不再有对方气息，日后成就大道之时也就少了一个心魔。此刻王林嘴角露出一丝嘲讽，他提出独自一人第一个抵抗剑芒，又岂能没有算到前锋的变卦？这一切完全在他预料之中。在前锋飞驰而来与半空剑芒呼啸降临的瞬间，王林一拍储物袋，顿时一座宝塔瞬间飞出，宝塔之上周易问鼎初期的一丝神识弥漫开来，那剑芒被这神识一冲，不由得一缓。借着一缓之势，王林向着宫殿以最快的速度冲刺而去。金甲大汉目光一凝，没有追击王林，而是转头向着前锋看去。另一边，王林现身后已置身于海底宫殿之内，其眼前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通道，他目露谨慎之色，小心翼翼地前行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王林突然面色一变，只因前方神识散集之处正是此处通道的尽头，在那里有一处巨大的空地，空地中心位置一座高塔上坐着一中年男子，此人双目紧闭，全身上下没有任何生机，在其身前飘着一个散发出阵阵紫色光芒的光团。王林神识触到这光芒的瞬间，一股庞大的力量顿时从其内挥舞而出，使得王林面色苍白，眼露惊骇之色。他几乎立刻便猜出了那中年男子的身份，正是一代朱雀叶无忧。至于那散发紫色光芒的光团，自然就是修心之精。只不过王林却感觉有些不对劲，这修心之精虽说与司徒南所说一样，但神识触摸时没有那种命魂在内的心揪之感。突然，云雀子的声音从通道内传来：既然来了，那便进来。